家好，我是捏捏，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 Vlog。在这部影片里面，我会仔细的说明 Vlog 里面的路线。接下来会分成基本介绍、路线、注意事项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山屋的部分来做介绍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段 Via Alpina， 或者是想知道欧洲的山屋是怎么样的话，欢迎继续看下去哦。首先，这次走的路线基本上是 Via Alpina 子线 Popol Trail 的一部分。Via Alpina 是5条阿尔卑斯山脉上的长距离健行路线，比较有名的应该是绿线，又叫做瑞士阿尔卑斯1号线。子线则是唯一有通过德国的 Via Alpina。子线是从斯洛维尼亚开始，绕奥地利，最后进到德国。官方总共分成66段，在德国境内，它沿着东南边的阿尔卑斯山脉走。其实它会经过很多知名的景点，像是古王湖、祖格峰下的 GP 小镇，还有新天鹅堡。我这次选择走的是第51到53段。我选择这段主要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我刚好来慕尼黑玩，这段和慕尼黑的交通非常的方便；第二个是想要为7月份去 TMB 做暖身，试试阿尔卑斯山脉的水温。我这次走的第51到53段都是按照官方给的起点和终点走的。不过这段路是一段发展不错的健行区域，所以其实附近有很多南艺不同的相似路段，和很多中继还有接驳的点。所以如果想要把行程拉长成4天，或想要来个山屋2天1夜的体验，或是1天来回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走的路线，第一天从 Oberadorf 出发到 Prinstein-Haus。总共只有 8.5K， 爬升950公尺，几乎没有什么下降，大概3到4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，非常适合第一天交通日之后直接开始暖身，或是规划一个从慕尼黑郊区到郊区的1日游也都是没问题的。这段路基很明显，完全没有危险地形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树林里面走，一直到山屋才会有展望，所以也不会很晒，就是下雨之后会有一点泥泞。走起来有点像是松罗湖的感觉。这段从 Oberadorf 到 Bergstation 是有缆车椅的，坐缆车大概可以省掉 3.5K 的缓上，或是如果你当天来回，缆车椅也是一个蛮好的回程选项。另外，山屋后面有一座山就叫做 Prinstein， 有2条路线可以上去。第一条路线比较陡峭，入口在山屋的门口，那边有一个告示牌写说要有确保装备才可以上去。但是询问过山屋主人，还有刚刚上去回来的山友，他们都说不需要，就是比较陡峭，会有一些铁链，偶尔需要手脚并用。第2条路线是从山屋后面继续走，再往右转，这段比较平缓，来回大概40-50分钟左右。如果有体力、天气好，可以轻装上去看看。第2天是一个蛮挑战的一天，从 Prinstein-Haus 出发，直接爬上1800公尺的山头，然后下切1000公尺到山谷，从山谷再上升到将近1800的山头，最后到旁边的山屋 Hohenwald-Haus， 总共大约是20K， 爬升1500，下降1100，走起来大概像是阳明山大众走的感觉。刚好遇到天气超好的，这天2段爬山的风景都非常的好，但换句话说就是非常的晒，尤其是在这边天气下午大概3-4点开始就会超级无敌的热。又刚好在第2段上坡的大草原上，已经走了1个早上，有点累了，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完全没有树遮阴，地上的热气跟那个太阳，真的是很崩溃。前半段，也就是下切到溪谷之前，是风景最美，也没有什么危险地形的地方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沿路需要仔细的寻找那个 Via Alpina 的红白红的标志。如果走了10分钟你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标志的话，就要确认一下你的 GP 叉。我自己就不小心走过头了几次。接下来下山谷前的最后一段下坡，官方提供的 GP 叉有一段 Z 字形的下切，但我实在是找不到这条路。后来有问山友，他们也没有人看到或走这条路。之后的路标我觉得就也没那么清楚了，也因为这样子，大家从那个地方到上山屋都选择了不太一样的路线。我这边画出来的红色是我的轨迹，蓝色是官方 GP 叉的轨迹，黄色则是山友的轨迹。我最后切回了官方 GP 叉建议要绕的路段。
但是这段路是我觉得这趟旅程中唯一比较危险的地形。这个谷其实蛮陡的，加上又一直经过河流上游侵蚀的部分，偶尔就会经过像是台湾崩壁那样子的状况。如果是在下雨、湿滑或是体力已经比较差了，我真的不太建议走这边。你可以走画出来山友的那条路。他说他走的时候没有遇到危险的地形，我后来看等高线确实也还好，提供给你做参考咯。这天呢，完全没有什么缆车、公车的偷吃步选项。不过下到山谷之后就有住宿的选择了。如果走完上半天已经很累很热，或是下到山谷的时间已经蛮晚的，真心推荐可以直接住在山谷。第3天就是轻轻松松准备要回家了。从山屋出发之后，一路缓缓走到缆车站，然后跟在缆车的下面一路下切到一个湖，叫 Spitzensee。绕过湖之后，再沿着缆车路线上切到安部，最后下切回山谷 Stünsee 附近。总共是 12.5K 左右，爬升的部分只有500，下降有1300。从山屋 Hauptbahnhof 到 Spitzensee 附近，是我这3天遇到最多人的路段了，相当适合简单的安排一个1到2天的行程路线。山上风景超美的，又完全没有危险地形，然后有漂亮的湖可以放松一下。如果要增加难度的话，沿路也有很多不错的小山头可以绕上去。如果只想看风景，不太想爬升，还有缆车的选项。到慕尼黑的交通也非常的方便。最后的路段，我觉得除非是要训练，或是想要继续走 A54之类的，不然我真的是不怎么推。第一，它是沿着缆车线走，没有遮阴又很晒，风景又还好。第二是下到 Stünsee 之后，要到慕尼黑的交通和 Spitzensee 比，真的没有那么方便。OK， 以上就是路线的部分。如果要我重新再规划一个3天的行程啊，我想我会把第2天的行程缩短到住在 Stillburg House， 然后第3天直接从 Stillburg House 出发，结束在 Spitzensee， 最后直接从 Spitzensee 回到慕尼黑，这样3天的难易度会平均一点了。这边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咯。这次的旅程有5个注意事项要跟大家说。第一个是交通的部分，有一个小小的点想要跟大家分享。第1天从慕尼黑的东站，你会坐 RB54 到 Oberammergau， 这班车有2个不同的底站，一个是比较近的 Hosenheim， 另一个是比较远的 Kufstein。和不少德国的火车一样，他们的运作方式是列车在中间那个站的时候会分开，只有第1节车厢会继续开到比较远的那个站。所以要前往 Oberammergau 的话，记得要坐在第1节的车厢里，或是在 Hosenheim 的时候记得要换车厢哦。第2点呢是爬山一定要准备好的地图。这3个月在德国爬山的经验啊，同一个地区就有超多不同的路线，大部分的路线呢就是用一些标志之类的画在石头上啊、树上，人造的立牌不多，更没有什么布条，但画在树上、石头上这些东西其实没那么明显，真的蛮容易走到非预期的路径。这次的路线你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上面下载 GPX， 虽然不会跟实际的路线一模一样，但至少给你一个方向。第3呢是补给，第1天和第3天都会经过一些餐厅，所以还好。但第2天路上，除了下午可能会经过的 Stillburg House 之外，是没有什么补给点。记得一定要带足够的水，还有行动粮，尤其是如果天气超级无敌好、万里无云那种，真的要多带一点水。第4点就是牛啦，这段路上有很多的牧场，他们的牛呢都是圈在一个山区，然后放牧，时不时就会和牛共用道路，甚至有时候他们就直接站着或趴在我们的路上。那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与牛同行的台湾囡仔，看到可爱的牛牛，真的是完全没有戒心。但是后来有山友提醒我，遇到牛的时候呢，还是要保持距离跟警戒，尽量要绕道而行。毕竟如果他们朝着你冲过来，真的是挡不住。最后一点，一样是跟牛相关的事项，就像刚才说的，牧场会把牛圈在一个范围里面放牧，经过这些栅栏的时候会有旋转门，或是有时候你要跨过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啊，你需要把这些栅栏打开再关上。这边要注意的是通电铁条的部分，他们是真的有通电，所以通常呢，这种铁丝状的通电栅栏都会有一个塑胶把手区域，触碰那个塑胶区域啊就安全了。然后啊，通过之后记得要把人家的栅栏关起来。我是第1次住在欧洲的山屋，之前就听说欧洲的山屋跟台湾的很不一样，所以超级期待的。看到这些山屋的第一眼，就完全超乎我的想象，各种玻璃观景台、火炉、室内室外餐厅，还有冲水马桶，
最重要的是有15公分以上的这些床垫，什么珊瑚这些根本就是小木屋民宿。通常呢，他们都会有个玄关，脏脏的登山鞋、登山杖要放在玄关，所以来欧洲的商务记得一定要带一双拖鞋。然后他们通常可以提供晚餐跟早餐，还有各类的啤酒，还有饮料。但是毕竟还是在山上，所以食物偏贵，然后比较单调一点。睡眠系统的部分呢，是我们来欧洲商务需要特别注意的。他们使用的都是睡袋内套，因为欧洲的商务之前有严重的 bed bug 的问题。后来商务的屋主们发现，你就算把自己的商务保持清洁，那些 bed bug 还是容易寄生在山友们的睡袋里面，从别的商务再传染过来。因此，他们统一都是由商务提供枕头还有棉被。又因为山上厚棉被和枕头清洗晒干不容易，所以会要求山友们自己带睡袋的内套，或是向商务租。讲到 bed bug， 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第二天山屋 Holvan House 一个有趣的规定。一到他们山屋啊，他们会给你一个塑胶的箱子，所有要带到房间的东西都必须丢到这个箱子里面，自己扛上去。登山包是不允许带到房间里面的。然后所有要带上去的织品，包括衣服、裤子，还有自己的睡袋内套，都必须要放进他们的微波炉里面微波10到25秒。厕所盥洗的部分呢，这次2间山屋都有冲水马桶，还有洗手台热水。然后第2间山屋呢有提供投币式的淋浴，4欧元可以洗3分钟。这次那天3天的行程有遇到一个行程差不多的德国山友 Michael。很巧的是 ，Michael 刚好在几年前有来过台湾爬雪山。我们聊了很多欧洲还有台湾商务环境不同的地方。Yeah. I'm really surprised yesterday. Yeah, it is. I mean, I was only at one hut. It's not great. No, yeah, it's I mean, yeah, there's nothing. You can sleep, but you bring your own food. You cook. So actually, I bring lots of food. Let's see. Okay, keep it now. 跟欧洲人比，我真的是多带了不少食物和保暖衣物的。确实，台湾高山山屋跟这里比起来简陋了不少，背后牵扯到的因素有很多啦，像是先天地理环境的限制、国营还有私营的差别，登山健行文化也是不同的。要认真讨论起来，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了。这次我单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德国山屋，不过确实可以这样子舒适的享受登山还有休息的环境，是真的很幸福。介绍和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。接下来的7月，我会去一个超级有名的欧洲长程徒步路线 TMB Tour du Mont Blanc。如果你对 TMB 有什么好奇或是建议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最及时的欧洲登山动态。爬山安全，下支影片见咯。